你是否想過，為何不要過多的和普通人講開悟覺醒的事呢？這其中的緣由，恰似隱藏在迷霧後的真相，等待我們去探尋。就像俗語說的，爛泥扶不上牆，鹹魚難翻身，死豬不怕開水燙，朽木不可雕也。你試圖叫醒沉睡之人，不僅難以成功，還可能招致他們對你打擾的責怪。要知道，覺醒往往是在生活的逼迫下才會發生。開悟覺醒並非如人們所想，會讓人變得超凡脫俗，反而會讓人顯得更加普通。可普通人最厭惡的，恰恰就是普通。這話或許顛覆了你以往的認知，但正所謂正言若反，大道至簡，真理常常與普通人的想法背道而馳。你瞧，普通人一生都在追逐兩個方向，一個是強，一個是勝。他們堅信強等同於力量、權力、財富，這些外在能夠彰顯的標籤，甚至將強理解為擊敗對手、搶佔資源、超越他人，奉行着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。那為何我們會對這兩個方向深信不疑呢？這得從我們自幼接受的教育說起。它向我們灌輸着絕不能落後，必須比別人強，要在競爭中脫穎而出的觀念。畢竟落後就要挨打。在這種認知裡，柔弱被等同於無能，示弱就是懦弱，謙讓被視為缺乏競爭力，不爭更是異類，仿佛強盛成了唯一的出路，而柔弱不過是自我安慰罷了。主流價值觀也在不斷強化這套邏輯，追捧強者，歧視弱者，默認事業成功、財富豐厚才是人生贏家。那些不執着於出人頭地、與世無爭的人，就被認為是不求上進、虛度光陰。網絡自媒體更是熱衷於講述商業神話、年少有為的故事，甚至形成了一種潮流。似乎創業者不背負幾百萬債務，都不足以展現其人生逆襲。這些觀念根深蒂固，融入我們的潛意識，影響着我們的價值觀，進而滲透到思維習慣和行為模式中，讓我們對此深信不疑。大家都知曉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。然而，我們卻很少去思索天道中的強和勝究竟意味着什麼。其實，天道中的強並非外在的彰顯，而是內在的本質，是柔弱性、適應性與可持續性，這才是真正的強。天道中的勝，絕非人道中的弱肉強食，因為弱肉強食只會導致兩極分化。天道中的勝是不爭而勝，追求的是和諧共生，滋養萬物。早在2500年前，老子在《道德經》中就以上善若水這4個字，點明了我們的方向與天道相悖。上善若水，並非是說高尚的人要學習水的品質。道德經不會糾結於人所定義的高尚與卑下，它實則是在告誡我們，若想貼近道，實現開悟覺醒，就要如水一般生活。李小龍也曾說過類似的話，我們要像水一樣聰慧。水的特徵與普通人追求的方向完全相反。普通人往往只有在經歷人生低谷、撞了南牆、痛定思痛後，才會驚覺這個世界並非如自己所想，從而不得不改變原有的根深蒂固的認知。這便是所謂的心不死，道不生。那麼，真正能活出上善若水境界的人，究竟厲害在哪裡呢？他們擁有3顆看似反人道，實則貼合天道的心。第一顆是處下之心，要放空、放下、放棄、放低。普通人很難接受這種觀念。放空意味着放空自己，就如同一隻杯子，若裝得太滿，便無法容納新的東西。空才是有的前提。一個人若總是自我滿足，又怎能聽得進他人的建議呢？我們常常被困在自己的經驗、偏見和二元對立之中，原地踏步，命運仿佛被固定。只有讓自己空出來，才能如流水般靈動。滿招損，谦受益，空則靈。
放下，即放下執念，承認世界的無常，明白人的能力是有限的。那些總是說我的性格就是這樣的人，本質上是將自己困在了固執的殼中。生活並非一成不變，而是充滿變數。我們應如水一般隨遇而變，才不會被困住。放棄指的是對完美的追求，天道既全，人道既滿。考試考了100分，看似完美，卻意味着再無進步空間。一次獲得世界冠軍，下次便需保持。完美是極致的，沒有生長的餘地，是靜態的終點。所以說，大成若缺，人生難得糊塗。凡事只求半稱心，放低即放低姿態，處於虛處。地勢越低，越能匯聚百川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每次得意忘形之時，往往就是倒霉的開始？第二顆是包容之心。包容並非縱容，縱容是無原則、無底線的善良，那是軟弱。真正的包容是和而不同。具體來說，要包容差異，包容怨氣，包容不足。包容差異，就是優秀的人懂得世間沒有絕對的對錯，大家立場不同而已。所以看誰都順眼，並非沒有原則。若用同一套標準衡量所有事物，只會徒增痛苦。包容怨氣意味着駕馭情緒，而非被情緒駕馭。成大事者並非沒有脾氣，而是不會一直被情緒左右。他們能夠覺察情緒的起伏，不被情緒掌控。而普通人呢，常說愛抱怨的人命不好，並非毫無道理。抱怨這種情緒長期影響着他們，形成思維，進而影響語言，像煩死了、累死了、氣死了。語言又決定了行為，所以普通人做決策時看似自主，實則被情緒操控。包容不足，就是放過別人，也是放過自己。如今我們常聽到有人說，原生家庭的傷害、童年的陰影，要用一生去治癒。因而與父母處於隱忍對抗、彼此消耗的狀態。其實，包容不足意味着站在對方角度思考，明白父母也是原生家庭的受害者，代代追溯原因無法根本解決問題。我們要做的是包容他們的錯誤、不足，甚至無知。從我們這一代完成覺醒，讓子女不再受此影響，成為家族興旺的轉折點。夫妻之間亦是如此，最好的關係並非我選對了人，而是放下改變對方的念頭，相互包容。第三顆是不爭之心，即不困於外在的定義，不盲從外在的評價。普通人窮盡一生都在炫耀財富、地位和優越感，仿佛沒有觀眾，自己就失去了價值。而開悟之人一生都在修煉自己，思考為何要秀，為何要爭。不爭並非放棄，而是覺得無需爭。誰愛爭誰去爭，他們依據內心真實需求行動，而非受外界定義左右。正所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不盲從外在評價，是指一個人越容易被他人評價影響，越說明其缺乏主見。別人誇讚就飄飄然，別人責罵就怒火中燒，本質上是將自我價值的決定權拱手讓人。普通人之所以難以開悟，並非開悟本身有多困難，而是我們過於執着於人道中的成功，太渴望超凡脫俗，太想擁有更多，太放不下執念，也無法覺察自己。開悟不過是活成水的模樣，處下、放空、放下、放低、放棄、包容差異、怨氣、不足、不爭，且不必爭。不困於外在定義，不盲從外在評價。但這些道理必須得讓他們自己吃了虧，撞了南牆，付出慘重代價，才能從知曉上升到覺悟。只有真正覺悟，才能做到。好，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，點讚關注逸軒，我們下期見。